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那在今天这个视频里面呢，你将学会 WordPress 最重要的一些基础知识。那么这期视频呢，非常适合刚入门的一个想要学习建站的朋友们。无论你是想要立即开始使用，还是先收集信息，观看完今天的这个视频之后啊，你会非常清楚地了解到 WordPress 的一些基础知识，并且你还会了解到这个平台它的一个工作原理。我们还会去讲解到这个平台的它的一些优点和缺点啊，并且讨论一下这个 WordPress 啊，它到底适合哪些人。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如果说你也对这个网站建设感兴趣啊，你也想要自己呢去亲手搭建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网站啊，可以订阅小鱼儿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首先我们要了解到 WordPress 呢它是什么。那么 WordPress 呢，它是一款可以用来创建网站的软件，但是要使用它呢，你需要在某个地方先去安装一下 WordPress。如果你只是想试试 WordPress 啊，你可以在 PC 端上面本地去安装。那么你可以在谷歌里面来搜索本地安装 WordPress，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非常详细的一些教学。这个呢，仅对于想要试试的朋友啊，你可以来这样子来操作一下。但是如果你希望你的网站呢，它可以在互联网上面呈现啊，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搜索你的域名呢来找到你的网站，这个就需要你在服务器上面来安装 WordPress。你需要有一个服务器，那服务器又是做什么的这里我们可以问一下 GPT， 服务器安装 WordPress 为什么需要服务器？服务器是什么你问 GPT 那肯定是有问必答并且呢，它的知识库比你去百度搜索会更加的精确。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安装 WordPress 需要服务器。那么 WordPress 呢，它是一个用 PHP 语言写的一个网站程序它需要依赖 PHP 的解释器和一个数据库来运行，而这些呢都需要服务器的环境提供支持。那么当用户通过浏览器访问你的网站的时候呢，服务器会根据 WordPress 的程序生成网页内容，并把结果返回给用户的浏览器那问题来了，如果你没有服务器，那么 WordPress 的文件它只是一堆代码，它没有地方存放没法动态生成网站页面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访问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服务器。简单来说呢，就是 WordPress 加服务器就等于可被访问的网站。那么 WordPress 减服务器没有服务器，那么就只能放在你的电脑的文件。简单的说，这个 WordPress 服务器它只能放在你的电脑文件里面，别人看不到。所以我们做网站，那当然不是存在这个电脑里面自己看的。接下来第二个问题，那服务器到底是什么呢？服务器呢，本质上就是一台一直在线配置了特定软件的电脑，它对外提供网页、文件、视频等各种服务。那么就是 WordPress。那么服务器呢，就是一个储存空间，可以储存你的网站内容、图片它还提供一个网络环境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通过域名呢访问到你的网站。最后一句话总结，那服务器呢，就是让网站24小时在线，能被全世界访问的一个核心条件。没有服务器，那么你的网站就像存在自己电脑里的文件，没有人看。就像我们搭建房子一样的，首先我们要建房子，我们要有一个地皮，没有地皮的话，你这个房子往哪里建？建在空中还是建在海上原理就是这么一个原理。那讲到这里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复杂，或者说是可能花费很高，但实际上是很简单我们要有所谓的一个，也可以叫服务器也可以把它称之为网络托管提供商。公司运营服务器呢，它会向你这一服务器它会有一定的储存空间但是需要你付费比如说在这里呢，我推荐大家，如果说你还没有服务器的情况下你可以考虑这个 Hostinger。那 Hostinger 的一个相关链接呢，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可以通过链接打开来到这个 Hostinger 的首页。
那么来到 Hostinger 啊，它这里是英文，我们点击右上角啊，我们把它切换成一个中文，可以看到主流国家的语言呢，它都是支持的。我点击中文 ，OK， 现在就切换成中文，并且呢，它还有一个中文客服啊，右下角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在这里提问啊，它会为你答疑解惑。那么 Hostinger 呢，也算是一家老牌的一个主机提供商啊，服务器。那它是一家典型的一个网络托管服务提供商哈。通过这样的公司呢，那么你可以购买到一个托管服务，那每月的费用啊，大概是几十块钱一个月啊。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它是人民币啊 ，CNY 啊是人民币啊，20多块钱一个月，美金的话大概就是3到10美元左右。同时呢，现在 Hostinger 呢它还有活动啊，比如说你购买1年的主机以上呢，它还会送你1年的一个域名使用权。那你也可以在这里面单独来购买域名啊，但是如果说你购买1年以上呢，那么你就不需要再单独去购买域名啊。域名也是我们搭建网站必备的一个条件之一。域名简称为啊，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网址，就像在这个上面 Hostinger 哈，就是这里 Hostinger.com。这个就是域名，那么别人会在百度里面来搜索这个 Hostinger 啊，就会出现它的这个网址。又包括这个 WordPress 可以看到它是 WordPress.com 啊，那么别人也是通过这个网址来找到这个网站。那同时域名呢，1年呢，大概它的一个价格呢是在15美金左右。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几个套餐哈，很多朋友特别是新手朋友可能看到这个套餐不知道哪一个适合自己啊。这里它一共有3个套餐，我们首先看啊，第一个呢，在这里我会直接建议大家直接把它 pass 掉，因为它是每周备份。我们做网站哈，每日备份是非常重要的啊，你的网站说不定什么时候会遇上一个黑客啊，所以我们需要的必备条件是要每日备份哈。我们就看后面的啊，第2个套餐和第3个套餐。第2个套餐和第3个套餐的一个区别在于呢，第2个套餐呢，它在这个服务器上面可以搭建50个网站啊，第3个可以搭建100个网站。第2个套餐呢，它只有50GB 啊，第3个套餐呢，它有100GB，并且呢，第2个套餐呢，它没有一个独立的 IP 啊，它是一个共享的 IP， 也没有一个优先支持。第3个套餐啊，可以看到它有专用 IP 地址，并且有一个优先支持，遇到任何问题啊，你可以第一时间反馈给主机提供商。如果说你对网站的要求比较高啊，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73.99一个月的计划，并且呢，它也非常适合做一些在线销售啊，比如说做一些电商这些啊跨境电商方面的一个网站，使用这个更为妥当哈，这是个人建议哈。那这儿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选择套餐进来看一下。接下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要购买多久哈，它48个月，有1个月，那么1个月可以看到它的价格非常的贵哈，1月要204.99，那么买上1年以上哈，它的价格是73.99。那么买上48个月可以看到它的费用还是73.99。这里48个月我们可以看到这后面有一个订单摘要啊，它会额外再多送2个月，并且有1年的域名使用权。所以呢，总结下来，你买的越久啊，价格越划算。当然，我们做网站也不是1天2天啊，网站做的越久，那么你的自然流量才会慢慢的越来越多哈。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考虑买上1年以上啊，因为1年以上呢，它才会赠送你免费的1年的域名使用权。可以看到它这儿有明确说，想要免费域名，你可以选择12个月或更长的一个套餐啊。这里12个月，它这里就有送一个域名啊，它的费用是0。选好之后呢，这里呢直接去点击一个继续哈。还有它呢 ，Hostinger 呢，它的活动价格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这个啊，它会不定时呢会有一些活动优惠啊，大家可以按照你当前打开的一个价格为准。我们点一个继续。推荐大家选择这个 Hostinger 呢，还有一点，因为它支持一个支付宝付款。可以看到这里有我们国内的支付宝哈，你直接打开这个支付宝，打开支付宝呢，去扫码支付就 OK 了啊，它会自动的把美金转换成人民币哈，你直接扫码付款就 OK 了。当你买了服务器啊，它会赠送你1年的域名，那么你域名的钱也省了。当你拥有了这个域名和主机以后呢，你只需要在这个网站的托管上去登录去安装 WordPress 就可以了。那我也简单的给新手朋友讲一下啊，在这里我直接登录进来，点击登录，
那么你用你注册的一个邮箱去登录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去安装一下 WordPress， 我们点击这个网站，在这里你搭建的所有网站都可以在这里出现。如果前期的话，你肯定会拿一些网站来练手，那练手的网站域名在这里都能看到。你也可以直接把你不要的网站呢这儿直接删除。这里我们直接点添加网站，点击这里用 WordPress 灵活建站，点它。这里WordPress 的管理语言选择中文哈，你可以选择你的国家的一个语言我选择中文。管理员的邮件，管理员的密码，点击下一步。他问你是 AI 建站还是预设的网站和主题，那我们建空白网站这里呢输入你的域名，前面说了你买上1年有一个免费的域名，那你可以直接去领取你的一个免费域名他会往你的邮箱里面发邮件。那没有的朋友也不要紧，我们可以点下面使用临时域名这里可以看到它正在安装 WordPress。那么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我们把 WordPress 安装在了这个 Hostinger 的一个主机服务器上面大家稍微耐心的等待个几分钟。想要细致的学习一个零基础的建站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小鱼儿的这期视频3小时的零基础的 Elementor 建站就是让你弄懂原理，以后你想搭什么网站都没有问题这期视频推荐大家来看一下，这里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右上角。接下来呢，WordPress 已经安装好了，这个是 Hostinger 的一个页面。那么我们要来到 WordPress 的一个仪表盘点击下面左边这里有一个仪表盘，点一下它。这个可以看到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WordPress 仪表盘的一个样子。进来之后呢，可以看到这里它是一些新闻不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这里不再显示，点击这里一个显示选项，把这些新闻全部给它勾选掉保持我们后台的一个整洁。OK， 干干净净。那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来编辑网站，你也可以查看一下你网站在访问中的一个样子。鼠标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一个房子这儿有个查看站点。那么这个就是目前它的一个样子。如果说要返回，我们就点击左上角，这里会有一个 W， 我们点一下 W， 它会带我们回到后台。好，接下来我重点给大家讲一下 WordPress 的一些后台的功能。WordPress 的一个仪表盘你可以忽略这边右侧我们主要看的这里面它就是一些 WordPress 的新闻和一些更新，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直接给它取消掉。那我们要看的就是左边的真正要进行编辑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你想要建立一个博客，那么你可以转到这个文章这里点击，那你可以点击左上角的一个添加文章，那么我们可以到这里来写文章比如说添加标题夏季穿搭，那你可以在下面来输入一些相关的内容，然后点击这个右上角的一个发布按钮。返回如何返回，我们点这个 W 它会带我们回到后台，这儿呢就会有一篇关于夏季穿搭。那其实 WordPress 呢它是非常适合用作搭建博客，写一些博客文章用这个 WordPress 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媒体部分，那媒体部分你可以在这个里面管理你所有的一些图片在这儿你可以添加媒体文件，这里点击添加，可以点击上传，这里我们可以把我们相关的一些产品图呢给它上传进来。 OK， 上传成功。那么你可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管理到你所有的一些图片视频。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页面，在这个页面里面呢你可以添加页面。我们的网站呢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主页，还会有一些什么辅助的页面，比如说关于我们联系我们或者什么隐私政策等等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页面。那每一个网站呢它里面都不止一个页面它有主页面有首页还有一些子页面。你可以点击添加新页面，比如说我添加一个在线定制你可以为它命名，点击一个发布我们点击 W 回来看一下，那我们的这个页面呢就添加成功了。你可以在里面去添加相关的内容，那你也可以再添加一个，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首页在这里输入一个首页，点击发布，可以看到在这里的这个页面就已经添加进来了。
接下来你可以去任意去编辑里面的添加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插件部分。那插件是什么呢？在这里你可以将插件看作智能手机里面的 APP。那我们的手机呢，它不会自带一些什么美图秀秀或者说抖音快手这些它不会自带这些功能很多呢都是需要我们去手动安装的 APP。网站也是一样的它里面也是想要实现一些功能我们就要去自己去安装一些插件。例如就像这个 WordPress 里面呢，它没有自带的在线商店的功能，但我们可以为此安装商城的插件。想要安装新插件，我们同样点击左上角添加插件。那么 WordPress 里面呢有超过5万个插件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些插件可以看有热门插件，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插件比如说反垃圾邮件的，又比如说这种安全备份的还有这些什么导入工具的等等。想实现什么功能你就安装什么插件。那同样呢，比如说你想在你的网站里面添加一个联系表单你也可以使用它来安装一个插件。那你也可以使用 Bookmos 来在线建立一个在线商城。如果说你想安装某一个插件，那我们往上拉可以像这种联系表单。假如这里呢，我想安装一个 Elementor 的一个构建器，那么我就点一下立即安装。安装好之后呢，我们点击一个启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设计网站的页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插件里面，刚刚我们安装的插件这里 Elementor 已经安装成功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如何设计网站的一个页面。我拿一个网站举例页面它的顶部会有页眉，那这个页眉里面它包含了这个 logo 和相关的菜单。中间部分则是主体其中包含对应的页面的一个主要内容还有一些文字的一些介绍。除了中间呢，我们往下拉到底了，它还有一个页角。那么这个页角里面呢，通常它会包含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些账号，还会包含有的它还会包含一个菜单。那页面的主体呢，它在不同的子页面上呢，则会发生变化比如说联系我们和关于我们，它都会有一个相同的页眉和页角，但是它中间的一个页面的主体呢，会根据页面的不同而变化它的一个内容就像这种关于我们联系我们它有相同的一个页眉和页角中间的内容呢，它会有所变化。在以前的话，你要自定义页面并构建页面和页角的话，那你需要安装一个能够进行自定义设计的一个主题可以对于每个单独的页面呢，你只需要跳转到特定的一个编辑页面，在这个页面上呢，你才使用特定的工具。那么你则需要跳转到特定的一个编辑的页面该页面上呢，它会使用特定的一个设置进行操作。那么在以前的话，你想要去自定义你的一个页面和页角的话，你需要安装一个自定义设计的一个主题，它是对于每个单独的页面就需要跳转到特定的一个编辑页面你才能在该页面上去使用特定的一个设置去进行操作。那就像我们现在跳转到的这个页面是属于一个首页刚才创建的，这儿我就点击这个编辑站点。因为每个主题呢，它其实提供不同的设置选项没有一个主题它是拥有所有的一个设置选项，所以大多数的主题呢，可以构建的内容呢，其实它都非常的有限。但是现在市场上它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 Element 这样的一个页面构建器它可以一站式的获取到一切的一些实时的编辑器。我们可以看到 Element 呢，它非常的牛那么你不会代码，那也不需要你会代码，你只需要一拖一拽那就可以去编辑你的所有的一些构建的一些内容。因为它有一个实时的编辑器你只需要将元素拖到页面中就可以了。那么它几乎是可以提供了你想打造的一切，所以现在零基础的朋友呢，也是可以建站的因为现在不需要写代码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一个主题所谓的一个外观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网站，你可以点击这个小房子，你点击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里面其实是任何内容都没有的，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主题。那从这个技术层面上来讲呢，在 WordPress 中呢，始终它是需要有一个主题
此外呢，这个主题它通常是用来构建页眉和页脚。因此，所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呢，如果说你要设计页面啊，你就需要安装页面，安装与页面构建器，比如说 Elementor 啊，它一个兼容的一个主题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里有这个主题里面呢，你可以来点击这里一个添加主题。我们来找一下常用的一些主题啊，并且它和 Elementor 它是兼容的。这个哈 ASRA 这个主题。我们只需要安装并激活就可以了，这里点一个安装，然后再点一个启用。接下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点击这个房子啊，你就看到它这里呈现的又会有一点不一样啊。那么你就可以进去啊，去编辑这个主题了。好，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讲一下啊，如何讲一下这个 Elementor 这个插件。Elementor 呢，之前我已经把它安装并且激活了。接下来呢，我们找到一个页面。比如说我要编辑一下这个现在这个首页，点击一个编辑。当它跳转了这个页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直接在当前这里来进行一个填写内容。那同时我们还可以使用Elementor 编辑，我们点一下它啊，我们把它关掉。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 Elementor 的一个编辑器的样子。那有了它之后呢，你可以将一些标题呀、图像啊。有了它呢，你只需要一拖一拽来放置一些元素啊，就可以构建和设计页面。那我想在这里添加一个文本，我添加文本之后，我直接在这里输入一个小鱼儿建站。那我想在这里点击这个加号，我想在这里面来放一张图片，同样，那我在这里点一个图像啊，放在这里。我在这里来上传一张图像，点击选择啊，可以看到这里呢，我的图片也就导入进来了。这儿呢，我们还可以调整文本的大小。我点击这个文本，点击这个样式。这儿呢，我可以选择让它对齐。这里点击一个居中，并且这里有一个文字排版，点一下它。那我让它变成一个800，那甚至可以更大。那文字的大小我可以让它再大一点，40。看一下，40太大了，30也太，20，15。可以看到我把它调得更大也可以。那使用 Elementor 呢，你基本上可以构建和自定义你能想到的一个任何东西。那么你还可以添加背景图片或者视频啊，你可以在这里点击加号啊，这里你可以添加文本，可以添加视频，可以添加按钮，可以添加分割线。那你还可以添加谷歌地图。那它这里有一个完整的页面可以供你导入啊，鼠标往下拉，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在这儿有一个添加模板啊，但是你可以直接把你的模板啊，它也有一些现成的模板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直接用这个现成的模板去更改里面的相关内容，也完全没有问题。如果说你对你的网站要求更高，那么鼠标往下拉，它这里还有专业版的啊，但是我们普通用户你要搭个普通的网站，那么基础版的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要想实现更多的功能你可以选择专业版啊，这里面它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插件。在 Elementor 的一个注册链接呢，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一个描述栏了啊，大家可以去找到这个 Elementor 的一个链接。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在这里面文字的排版，包括字体的一个颜色，你可以看，比如说我要把它改成一个黑色那我就给它改成黑色。我想给它改成一个红色，我就给它改成一个红色或者这个蓝色都可以。那这里还有一个间距，这些呢你也可以去对它下的一个，比如说上的一个间距20。内容呢我们就在这边来填写就可以了。那你还可以给你的标题呢下面添加一个链接也是 OK 的。好，那这里呢我就简单演示那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Elementor 的之前给大家讲了，来看我3小时的一个这期视频。这儿我们点击上面的3条横线，点击退回到 WordPress， 点击离开。那现在的构建器其实很多但是我推荐大家使用这个 Elementor Elementor 确实是非常的好用。又返回到仪表盘，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每一个页面呢，它也可以出现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Elementor 里面提供了很多的设计的可能性，而且它的结构更加的直观。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能编辑到的就是中间的相关内容，但是它的一个页眉和页脚这个 Elementor 它是编辑不到的。我们要通过另外一种方法来去修改我们的一个页脚。那我们返回3条线，返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再点一个 W回到后台。
我们要怎么样去修改我们的页眉和页脚呢？那我们可以找到外观，这里面有一个自定义。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页眉啊，你可以对你的页眉和你的一个这个页眉在这里，你可以通过它来进行修改啊。包括这里还有一个页脚啊，这个上下啊，它是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笔，你可以去进行修改。同时呢，你还可以对全局呢进行全局的字体样式、颜色、容器、按钮呢这些进行一个设置啊。比如说它整体的一个颜色风格。OK， 回到我们的后台这就是简单的给大家讲了一下 WordPress 的一些最重要的一些基础知识。如果说你还在考虑要不要用 WordPress 来搭建网站，那么以下呢我会提出几个 WordPress 的一个优缺点和看法。那么 WordPress 呢，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拥有5万多个插件有了这些插件呢，你可以为你的网站添加几乎任何你想要的一个功能。那么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它能够完全被你控制。如果说你使用某个网站构建器的时候，则可能会受到其他服务提供商的一些影响。如果说你不愿意你可能不能够简单的将网站转移到其他的提供商就是一个网站搬家，而必须从头开始重新建立。那么使用 WordPress 的话，你可以从底层管理一切借助了 WordPress 网站呢，非常方便进行后期的各种扩展。那 WordPress 它还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就会有一个安全的一个漏洞因为 WordPress 它非常受欢迎所以它这个网站经常成为别人攻击的一个目标。这虽然其实它也不算是很大的问题但是与这个 Wix 等网站构建器相比WordPress 的它的一个安全状况发生的频率可能会更高。那么这儿我们还需要考虑到一点，使用 WordPress 构建网站呢，比使用 Wix 等网站构建器花费的时间会更长。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网站都是你自己去从0到1的去从底层逻辑开始。因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有更多可用的一些编辑选项它的功能方面会更全那么如果说你想建立一个网站，WordPress 呢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可以从零基础开始，你可以从小开始，不断的去扩大规模，而这一切你不需要去花钱请人这只需要靠你自己。那如果说你只是像在网站上花费很少的时间，并且又不需要太多的功能，那么就像这个 Wix 这样的网站构建器呢，也有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这里看一下大家这个 Wix 的相关链接这儿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还有对这个零基础建站如果还有对 Elementor 有疑问的朋友建议大家就来看我的这个3小时的这期视频。我们搭建网站或我们可能会用的一些收款工具会想着去哪一款这个收款工具可以实现一个全球收款。那大家也可以想要申请比如说一个 Stripe 的账号了，那大家可以来看我的这期视频这儿相关链接呢我会放在视频的一个右上角。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你想看更多的网站搭建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那你的支持会给小鱼带来莫大的一个鼓励。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